诚意和粉丝之间藏着一套连心理学都要点头的治愈循环。有些偏爱是不消耗人的。你先记住这一句话，今天整期我们就绕着它转。其实，怎么说呢？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。你观察诚意和粉丝的相处久了，会有一种很强的感觉，他是那种会希望粉丝先把自己生活过好的人。不是嘴上说说，是那种从他做事的方式里透出来的。这个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。当时说实话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不就那样吗？艺人都这样。但那天晚上，我躺床上翻来覆去，越想越觉得不对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种相处方式背后其实藏着一整套东西，一套连心理学都会点头的东西。所以今天这期我们不聊八卦，不聊数据，我想干一件事，把诚意和他粉丝之间那种相处模式一层一层剥开给你看。我先说清楚啊，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有偏爱，这个我不藏着。但我今天要讲的这套逻辑，我可以保证是站得住脚的，不是滤镜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行，那咱们开始包第一层。第一层是你能看到的那个循环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健康的偶像和粉丝之间，能量是怎么流动的？我给他画个圈啊，作品、认可、成长、回馈。他出一部好作品，粉丝看到了，给出认可，这个认可又变成他往前走的底气，他继续成长，拿出更好的东西回馈回来。然后呢？这个圈又转一遍。这在心理学上有个词叫正向反馈循环 （Positive Feedback Loop）， 听着挺学术，翻译成人话就是好带来更好，好上加好。但你注意啊，这里有个点特别容易被忽略。这个圈的起点是作品，不是热搜，不是话题，不是那些飘在空中的东西，是作品。这个顺序太重要了，因为一段关系如果是从流量开始转的，那圈转得快，但它虚；如果是从作品开始转的，圈转得慢一点，可它扎实。就像种树和插花的区别，插花好看，但没根。诚意这个圈，我个人看是从作品那儿起的，这一点是我最想先讲清楚的。好，第一层就这样。但你要是以为这就完了，那就太浅了。说到这个，我得补一句，我做这期之前，原本也只理解到这一层。真正让我做直了的是第二层。第二层是媒体，是外界，基本不会跟你讲的。我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情绪过滤器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一类偶像，他会主动做一件事，把粉丝身上那些过度的、焦虑的，甚至有点上头的能量轻轻挡一下，然后引导你回到现实里去，回到你自己的工作，你自己的生活，你自己该好好吃饭，该好好睡觉的日子里去。昨天吃饭的时候，我刷到粉丝的一条留言，大概说，追诚意这些年，最大的变化是自己反而更想把日子过好了。我当时筷子都停了几秒，因为你细想这件事有多难。一个偶像，他其实是有能力让你更依赖他的，让你更焦虑，更患得患失，对他短期是有好处的，你会更黏就是流量吗？但他偏偏反着来，他往外推你回到你自己的生活。这在心理学上对应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心理安全感 （Psychological Safety）。一个群体如果有心理安全感，它的特征是什么？是你在这儿不焦虑，不怕犯错，不用一直紧绷着证明什么，你是松弛的。我先停一下，我知道有人会说，把粉丝往外推，那不就是不需要粉丝吗？哎，别急，这地方最容易被误会，我得掰开讲。恰恰相反，你把一个人当成流量，你才会想尽办法留住他，榨他的时间和情绪。你把一个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，你才会舍得说，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吧。前者是消耗，后者是尊重，是真的在乎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往外推的分寸，不是谁都 hold 得住的。他要求你自己先足够稳，不靠粉丝的焦虑来喂养自己的存在感。所以第二层，我给他的结论是，诚意像一个情绪过滤器，它挡掉的是消耗，
放行的是安心。包到这儿，其实还没到最里面。拉回来。第3层才是我今天真正想跟你聊的那一层。第3层叫边界感是一笔资产。我知道边界感这词现在被说烂了，但你听我说，它在偶像和粉丝这个语境里分量真的很重。先讲个背景啊，不然你听不懂后面。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 parasocial relationship， 单向的情感关系，就是你觉得你很懂他，很亲近他，但这个关系在结构上是不对等的。这个东西本身很正常，追星或多或少都有。真正的问题出在过度上，叫 parasocial overreach， 就是这个单向的情感越界了，变成了占有，变成了你必须怎样怎样。程毅这个案例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，他和粉丝之间始终留着一段距离，有距离但有温度。我知道有距离这3个字，外面有一种声音会把它解读成冷淡，解读成不亲粉。我先把这个声音摆在这儿，不是我的观点啊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有人会说，你看别的谁跟粉丝多热络，你这个怎么老是端着？但你要是顺着心理学往下想，你会发现这个距离根本不是冷淡，它是对一段长期关系的负责。你想想现实里最长久的那些关系，朋友也好，是不是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不互相占有，不互相消耗。太黏的关系烧得旺，但烧得快。那种能走几10年的，反而是我尊重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各自把自己活好，然后还愿意为彼此鼓掌的那种。偶像和粉丝其实也一样。等等，我这2个词差点说混了，我说的距离不是疏远啊，这俩不是一回事。距离是我给你空间，疏远是我不在乎你。差远了。距离里是有在乎的，只是这份在乎它不越界。所以你看，当边界感成为一段关系的底色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？这段关系它不消耗任何一方，粉丝不用被掏空，偶像也不用被架起来，两边都还是完整的人，这才是这段关系能耐久的真正原因。它是长期价值股，不是一时的热钱。慢牛，但走得稳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老粉应该记得，这么多年了，程毅这边那种感觉一直没怎么变过，没有大起大落的那种撕扯，就是稳稳的，温温的。你当时可能觉得平淡，现在回头看，那份稳本身就是最难得的东西。好，3层都包完了。第4层，我们把它收一收，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可能一直用错了标准去衡量偶像和粉丝好不好。我们习惯看什么？看多热闹，看多年，看数据多渣。但真正健康的那种关系，它的指标其实是反过来的，是你追了这个人之后，有没有变得更松弛，更想好好生活，更成为一个完整的自己。如果答案是有，那这段关系就是治愈的，而且是双向的治愈，粉丝被治愈，偶像也在这份不消耗的认可里走得更稳更远。这就是我开头说的那个双向治愈循环。程毅和他粉丝之间的这套东西，我个人觉得是一个特别值得被看见的样本，不是因为他最热闹，恰恰是因为他最不吵。这种坚持不容易，懂他的人会懂。回到最开始那句话啊，有些偏爱是不消耗人的。绕了一大圈，我好像才真正想明白这种相处方式的分量，它不是不需要你的喜欢，而是希望你的喜欢先让你自己活得更好。这大概就是一份偏爱最体面的样子了。好，今天这期就到这。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越处越舒服，越处越久的关系？可以是追星，也可以是任何关系。评论区跟我聊聊，我看。我们下期见。